苏九哥，将婚书交出，这瓶淬体丹便算作是你曾经对我付出的补偿。我堂堂女帝既然重生了，未来必将登临9天之上。眼前之人，终究不过是我生命中一个不起眼的过客，需要早做了断才好。苏师弟，若雪师妹修行天赋卓绝，入门不过半年便已是内门弟子。以她的天赋，等到半月后登上仙台，必是无响。届时她便是宗门核心弟子，而你入宗10年，依旧只是外门。我想你应该能明白你们之间的差距。你既然说爱她，那为何不将婚书交出，成全她，给她一个更好的未来？婚书？什么婚书？我不是在相亲吗？听着小仙女说，让我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吗？等等，我竟然穿越了，并且还是胎穿。刚才受到退婚的刺激，这才恢复了前世记忆。我是大梁燕王世子，当年白家惹来灭族大罪，我父王为保下他，让他与我订婚。去年我带他入宗门，将所有修行资源都给了他，助他一路踏入内门。现在我拿不出资源了，他就带人将我拦下要回婚书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上岸第一剑，先斩意中人？那我是不是也应该来一句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的豪言壮语？苏九哥，师兄跟你说话呢，耳朵聋了吗？金手指，穿越者的专属福利，果然这才是穿越者正确的打开方式。白若雪竟然是女帝重生，难怪她天赋如此恐怖。外门仿制的地蛊，等等，上面说的还要提升实力才会恢复这段记忆。既然如此无情，那就别怪我截胡你的机缘了。苏九哥，你难道真是耳朵聋了吗？抱歉师兄，我只是想事情入神了。对于拥有2世记忆的我来说，这不叫认怂，叫战略性避其锋芒。等我拿到机缘，迟早让你们跪下求饶。他可是个从小娇生惯养的世子，今日居然懂得低头道歉。哼！你什么时候将若雪师妹的婚书交出来？抱歉师兄，我与若雪姑娘的婚书还在家中，如今并未带在身上。等我这次回去之后，可差人送来。这玉瓶底部有我燕王府的标记，所以他这是拿着我送给他的东西来补偿我。算了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还是赶紧去坊市将地蛊买回来先。看了这么久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机缘提示，看来能拥有机缘的，必定是身怀大气运之人才行。这位师弟随便瞧瞧，看上什么直接说。师兄这里的兽皮、兽骨、兽血，绝对是坊市最便宜、最好的。敢问师兄，这瓶兽血怎么办？师弟当真是好眼喽！这瓶乃是1阶赤炎蛇的精血，极适合炼体期修士。猎杀这畜生时，他只差1丝便可突破2阶，效果远超寻常1阶兽血。我看师弟有缘，就作价3枚灵石卖你了。寻常1阶兽血不过1枚灵石，这瓶最多值2枚，把我当大冤管了。那这瓶呢？1枚灵石。好了，就这些。师兄看看一共多少灵石？好嘞，我来算算，一共6枚灵石。好嘞，师弟若是感觉好用，欢迎下次再来。恭喜您获得地蛊，掠夺白若雪机缘成功，复发10000倍暴击。您获得至尊蛊，至尊蛊拥有者天生至尊，附带神通上苍之手，请问是否现在融合？100倍暴击，居然还能暴击成至尊蛊，掠夺机缘暴击翻倍。原来这才是金手指真正的逆天之处。修士修炼本就是逆天而行，看来以后我得好好去观赏一下那些大气运之人了。这位师弟，你怎么了？可是东西有什么不对？没事，只是突然想到了些事情。告辞。刚才修炼略有突破，又恢复了些许前世大帝的记忆。记忆中，外门坊子里有一块地蛊，被当作寻常兽蛊出卖。若能炼化此蛊，
打下牢靠根基，我这世的成就必将超越前世。这块地谷，我志在必得。师妹，想要点什么？看上什么直接说，我这里的兽骨、兽皮、兽血绝对是最便宜的。怎么会没有？难道说是我的记忆出错了？这可是关乎我未来修行大道的地谷。什么没有？我这里的兽骨可是整个方氏地摊上最全、价格最便宜的。还以为又要成交一笔，没想到还不如先前那位外门师弟实在，买了一大堆。你刚才说有一位外门师弟，一口气在你这里买了很多东西。前世这块地谷确实是被一位外门弟子买走，那人融合地谷后达成期想，一跃成为亲传弟子。看来地谷极有可能已经被他买走了。不过外门弟子眼力有限，绝不可能短时间内发现它的真正价值。我还有机会。是啊。那你知道刚才那名外门弟子叫什么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那位师弟长得俊美，剑眉星目，宛若谪仙，辨识度很高。暴击奖励结算完毕，获得至尊骨，拥有者天生至尊，附带神通上苍之手。请问是否现在融合至尊骨？天生至尊，还附带神通。先前通过白若雪的机缘提示得知，融合地骨能让资质达到9响，而这至尊骨是系统10000倍暴击后的奖励。就算我本身资质差，但融合之后，修炼天赋起码也能提升到9响，甚至是传说中的10响，绝世妖孽之姿。融合，血液沸腾起来了，能量在疯狂游走，浑身肌肉在不断撕裂又重组，好痛！但修行根基明显在不断强化，原本松散的经脉瞬间浑厚了，沸腾的血液冲开了一条经脉。世人若生来有一经一脉打通，便可踏足修行。难不成融合这至尊骨，要将自己的7经8脉全部打通不成？宗门里的亲传弟子，大部分也不过通了3经4脉，我若全部打通，必定是绝世天骄。1经脉同时打通，是5响天才，这已经是核心弟子的标准了。3经4脉通，4经5脉5将6脉通。过了这么久了吗？7经8脉全通，哪怕是整个云天宗史上，也从未出现过这般天赋之人。就连开宗最强祖师，也不过是5经5脉全通的天才。断体7重，1年都没法突破的境界，竟然一个呼吸间就轻松突破了。先前修炼1年，竟比不上如今修炼的1瞬。这就是上古妖孽所拥有的修炼天赋吗？神通上枪之手，可惜这门神通消耗巨大，至少需要达到灵台境才能施展。现在的我根本用不了。看来还是要努力提升实力才行。以我如今的天赋，想来将这些兽血和丹药炼化之后，便可达到断体9重了吧？断体8重，断体9重，仅仅数个时辰，我便达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的修行境界。原本以为断体9重就是极限，接下来该突破引灵境了。断体10重，寻常修士断体境最高不过9重，只有在上古传说中的绝世妖孽，才有可能踏足断体10重，达成修行根基圆满。以我现在的修行根基，再配合断体10重境，在断体境内已然无敌。现在只需要去功法殿领取一本引灵诀，修行之后，便可踏入引灵境。苏九刚，赶紧给我开门2项，因为我燕王世子的身份，家中每月会寄来资源，他仗着修为比我高，几乎每月都来抢夺。只是他以往不都是月初才来吗？事出无常必有妖。不过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无需担心，正好还可以拿他试试，如今自己的实力到底如何了。苏九刚，你耳朵聋了吗？我在外面叫了这么久，你难道没听见？梁师兄，我看他是又皮痒了，想让兄弟们给他指指友。奇怪，这小子以前每次见到我们都是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，今天怎么气定神闲？敢问几位师兄，不知今日前来所谓何事？我们这次是专门来教训你的。你这白痴，人家问什么你就答什么。不错，我们这次不是来要资源的，只是有人看你不爽，
给了一瓶血灵丹作为报酬，让我们来揍你一顿。血灵丹，这可是能直接引来灵气淬体的高级丹药，一枚足以换3枚淬体丹，寻常外门弟子自己都舍不得用，更别说拿一整瓶当报酬请打手了。看来这幕后主使的身份，我大概知道是谁了。那敢问师兄，到底是谁看我不爽呢？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，断条腿就成，注意别弄死了。我们可不是内门弟子，要弄死了他，被逐出师门可就亏了。看来想要知道准确的答案，还是需要亲自动手才行，真是麻烦。苏九哥，我们都还没开始动手，你怎么这么就在说胡话了？放心，你老实点儿，这次我们会很快的，只要你一条腿。苏九哥一个外门弟子，竟敢在宗门内杀人，他怎么敢的？难道他就不怕被废了修为，逐出宗门吗？苏九哥，你找死！说吧，否则你也得死。是谁让你们来的？这个我们真的不能说。出手如此狠辣果断，这还是往日那个让我们欺负的废物吗？如果不说点什么，下一个死的一定是我。我什么都说。说吧，只要回答让我满意，我可以考虑不杀你。是宋清师兄让我们来的。还有呢？你还知道什么？还有，是宋清师兄，他看你和白若雪的关系一直未断，才想让我们教训你，好让你早日交出婚书。还有吗？没了，真没了，我就只知道这么多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宗门内虽说看我和白若雪有关系而不爽的弟子挺多，但舍得拿出一瓶血灵丹来买通人教训我的，也只有他了。你若是有如此实力，早点表现出来啊！这样我们怎么可能接下这个任务？等会儿离开之后，我定要去将你杀人的事告诉外门长老。等你被废了修为，逐出宗门，有的是机会报仇。你不是说不杀我的吗？言而无信。我刚才说的是回答的让我满意了，我才会考虑不杀你。可惜你说的这些我猜出来了，所以你的回答我并不满意。1瓶血灵丹，半瓶淬体丹，还有13枚下品灵石，真是穷鬼，竟然就这么点东西。如今我是炼体10重，只需去功法殿领一门引灵诀，凝聚灵气，便可晋升内门。宗门规矩，外门弟子无故挑衅内门弟子，被反杀也是白死。梁相他们想断我一条腿，死有余辜。等成了内门弟子，再参加天赋测试，登上仙台，必能成为亲传。苏九哥在吗？白若雪，她这个时候来找我干什么？白师姐，你大早上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有淡淡的血腥味，我前世杀敌无数，对血腥味再熟悉不过。他不对劲。你昨日与我离开后去了哪里？这么快就找来了？坊市人多眼杂，瞒不住的。我昨日与你分别之后，去了一趟坊市，买了点寿血，而后便回来了。你就买了寿血，没买寿骨？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问这些吗？难道你就没有其他事情要和我说吗？苏九哥，你我婚事不过是当年的权宜之计，莫要当真。如今你我都是宗门弟子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劝你，离开宗门之后，尽量多出去走走，好好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。为什么这话听着这么耳熟？看来得尽快将屋里的尸体处理了才行。苏九哥不可能有这等实力。
除非他得到了那块地骨，并且还已经炼化了。从这个跨级战斗的结果来看，这至少是一块大地巅峰强者的地骨。这本该是我的机缘，竟被这废柴夺走了。不对，如今才只是过去了1晚，他定然还没完全炼化。只要将它炼化了，效果也是一样。修士修行本就是逆天而行，若牺牲一个苏之龙便可为我铺平大道，杀了又何妨？只是他如今战力不俗，我踏入隐灵境不久，前世秘法尚未掌握，硬拼怕是有风险。此事绝不能汇报长老，否则地骨绝不会落到我手里。或许可以利用一下宋清。走了一路，竟没再看到一个头顶机缘线的人。看来世间机缘，当真是非大气运者不可能。哎，那不是苏九哥吗？他居然能上2楼啊！都在外门修炼10年了，熬也能熬上2楼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也是，2楼门槛是最低，他就算上去了，最多也就刚到7重，下次弟子测试过不了，照样得滚出宗门。小子，你他妈挡着我了！叶凤，断体境9重，仗着有个排名前10的那门弟子大哥，在外门横行霸道，以前可没少欺负我。苏九哥，你居然也能上到2楼？见过叶凤师兄。你如今突然突破，难道是家里又给你寄来资源了？师兄晚些时候可去我住处，到时候自有厚礼奉上。好，还是苏师弟懂事。晚些时候我再去你住处寻你。曾经我实力弱，被欺压也就罢了，如今有了实力，怎么可能继续任人欺压而不还手？你死定了！恭喜您获得吸星大法残篇，掠夺叶分机缘成功，触发1000倍暴击。您获得饕餮秘术吞灵。吞灵，上古凶兽饕餮传承秘术，可吞天地灵气，纳为己用。请问是否现在学习秘术？饕餮秘术，居然还能学习凶兽秘术。传说成年饕餮随口便能吞下一片天地，如果学会这个，我未来岂不是会变成一头人形凶兽？而且有了这门秘术，我的修行之路等同于加了快剑。西灵诀入门级引气功法，借阅3天1枚灵石，记得及时归还，否则会有罚金，很贵。是，多谢长老提醒。房门被人打开过，果然还是来了吗？吞灵，上古凶兽饕餮传承秘术，可吞天地灵气，纳为己用。请问是否学习秘术？学习？这些兽文，我明明一个都不认识，却能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表达的含义。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状态。难怪这等秘术只能通过记忆传承，根本无法用言语或文字记录学习。我竟在呼吸之间便踏入了隐灵境，有了这门秘术，我积攒灵气的速度是驯兽师的数10倍，加上至尊骨的天赋，至少100倍不止。宋清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会把你踩在脚下。吞灵秘术已经成为了我的本能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明天就可以去更换那门弟子令牌了。效果是非凡，但这也太少见了。好不容易得来的资源，一天就没了。苏师弟，你在屋里没？看来修行资源自己送上门了。怎么开个门这么慢？你说送我的厚礼呢？在哪里？快拿出来我看看。若是不能让我满意，应该知道后果。师兄息怒，师弟这次的厚礼肯定能让师兄满意。师兄请看，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厚礼，不知师兄可还满意？快将东西给我！怎么这么轻？叶师兄不用紧张，这种事情习惯就好。苏师弟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既然动了手，怎么可能给你留活路？你还有一个灵台境圆满的大哥，放了你，死的就是我。还不错，居然比梁相3人还富有。这化尸水真不错，就是太不经用了，看来以后得多备点才行。引灵境圆满，不愧是上古饕餮的传承秘术，这引灵效果果然强大。同境界中，我如今基本是无敌了。不过绝不能大意，这可是强者如云的修仙境，连白若雪那样的重生大帝都存在，指不定还有更可怕的怪物。必须低调做人，
绝不主动上市。唉，好不容易得来的资源又要用光了。看来机缘果然不是么好遇见的，想要获得机缘，必定是大气运者。哟，苏九哥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难道你也是要来参加内门测试，成为内门弟子的？江淮，白若雪曾经的追求者，被宋清警告后不敢惹白若雪，反倒把长老将算在我头上。江淮，你这是在开什么玩笑？就他这修炼了10年，还只是断体境的废物，也敢来参加考核？哼，这苏九哥还真是聪明，竟然没上当。若是他敢先动手，我今天非废了不可。这有什么？反正他能待在宗门的日子也没多久了。等他被赶出去，或者到时候你领取个外出的宗门任务，我陪你一起去将他宰了便是。弟子苏九哥见过李长老。苏九哥，你确定要进行考核？我可先提醒你，若是考核失败，这10枚灵石的考核费可是不会退的。10枚灵石对外门弟子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。李长老放心，我的确已经完成了引灵入体，达到了成为内门弟子的标准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将手放在灵球上，只要你体内的灵力能让灵球发光，就算过关。好的，长老。你竟然真完成引灵入体了！恭喜你通过内门弟子考核。作为内门弟子，你可以在山上挑选做一座属于自己的洞府。这些都是我宗内门弟子可以选择的洞府，绿点别标记的是无主洞府，你都可以选；红点则代表着洞府已经有了主人。当然，你若是真看上了红点洞府，也可以在我这里提出挑战申请，只要在演武场击败对方，就能取而代之。那要是对方不接受挑战呢？若是不收，则等于直接认输，需要让出洞府。不过，若是他本月已经接受过10次挑战，则可直接拒绝后续弟子的挑战。那这里的哪些洞府灵气比较充沛？这上面都是灵气相对浓郁的洞府排名，你看一下。不过我可提醒你，能住在前面这些洞府的弟子实力可不弱，你看看就得了。我选这处，这里的灵气虽非绝顶，但也够用。我的目标根本不在内门，而是数日后天赋测试。我要的是核心乃至亲传。你小子眼光不错，这处洞府位置很好，灵气也算充足。这是洞府的阵线令牌，我已将你的信息录入其中，你可凭借令牌出入。令牌上也有坐标，稍后你可根据指引自行前去。多谢李长老。无需多礼，这本是我分内之事。对了，你如今成为内门弟子，可以去找杂役馆少爷杂役弟子负责你的日常活活。多谢长老提醒。一个修炼10年才踏入引灵境的人，这辈子估计也就这样了。见过管事师兄，在下苏九哥，新晋内门弟子，特来此地寻一名杂役弟子，照料洞府起居。原来如此，师弟不必客气，这本是我分内之事。骆云瑶，老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休要胡来，这里可是宗门。干什么呢？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都给我散开！一个杂役弟子也有机缘，杂役弟子呀，骆云瑶，先帝，白若雪是大地重生已经够恐怖了，这杂役区竟然还藏着一位先帝转世。云天宗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一门两地。他现在还没恢复记忆，还没知道自己是先帝转世。这等人物必有大机缘，若是带在身边施以恩惠，虽然有他恢复记忆翻脸的风险，但想要机缘哪有不冒险的？富贵险中求。苏师弟，怎么，你是看上这位师妹了？师弟确实是看上这位师妹了，不知可否？既然如此，那师兄这就给你办理手续。骆师妹，这位是新晋内门弟子苏九哥师兄，他看中你，想挑你去做专属杂役，以后你就不必在这里干粗活了。小妹愿意，多谢苏师兄提携。果然，还没觉醒先帝记忆，现在的她只是个普通女子。
刚来就报机缘，这就是先帝转世的大机遇，这步棋走得太对了。师兄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难道他也是那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？师兄，怎么了？糟了，极度恐惧会让他觉醒先帝记忆，绝不能让他误会。没事，我就是看见你，想到了我家里的妹妹。能露出如此神情的师兄，怎么可能是那种龌龊之人？我竟然差点误会了师兄。以后你便在此处歇息。这洞府比起外面如何？灵气好浓郁，若是能一直留在这里修炼，说不定我也能突破到断体境中期。师兄放心，我一定会将洞府打扫得一尘不染，绝不让师兄为琐事烦心。去吧，先将各处清扫一番。恭喜您获得下品灵石掠夺落云积怨瑶成功，您获得3600枚下品灵石，可用于修饰交易修炼。3600枚灵石，我此前每个月也就消耗5枚，10年也才600枚。想不到前世没体验过的暴富，竟在这一世体会到了。原本还担心没了修炼资源，修行速度会慢下来，现在有了这些灵石，短时间内都不用愁了。看来可以去一趟坊市，采购一些修行资源回来了。俗话说财不露白，如今我身怀巨款，又没有储物袋，这样太引人注目了。得先去买一件能改变容貌的宝物才行。这副面具售价5枚灵石，虽然比较贵，但足以屏蔽宁丹初期强者的窥视。这下总算是自在多了。我如今已是隐灵境圆满，但能感觉到实力还能提升。先去买上一些血灵丹。天丹阁，曾经我攒了3个月的灵石才能买1瓶丹药，可惜刚买回去就被一个断体8重的师兄强行借走了。见过师兄，敢问师兄需要何种丹药？我可帮您推荐一二。我想要买点血灵丹，不知可还有货？有的有的，师兄2楼请。师兄请坐，先喝杯茶，我这就去为您取来丹药。师兄请看，这就是您要的丹药。这一瓶多少灵石？师兄，这一瓶需要20枚灵石，一瓶里面有10枚丹药。如果买的多，可否便宜？我身负饕餮秘术，消耗资源的速度奇快无比，加上洞府里如今还有一位先帝师妹，必须得多准备一些才行。既然打定主意要与洛云瑶交好，自然也为她备上一份。我的灵石都是因她才得到的，给予些资源也是理所应当。5瓶。是在买丹药的时候被盯上的吗？还好早有准备，想来那2人在宗门内拿不定我的真实身份，这才放弃了。洛云瑶，你过来，这个给你。师兄，这是什么？血灵丹。师兄，这太珍贵了，我不能要。这先帝师妹是傻子吗？送到手里的资源都不要，要是换做白若雪，肯定当场收下，还会问我有没有更多。这是你为我做事的报酬，若是你不收下，那我就只能将你送回杂役处，重新换一名弟子。以我断体境1重的实力，回杂役处肯定又会被欺负。不行，我不能回去。我答应过母亲要好好修炼，以后回村里除掉那头虎妖。况且这丹药对于你来说或许珍贵，但对于我来说不过寻常之物，你收下便是。好了，下去吧，我要修炼了。哦，多谢师兄。怎么回事？消耗了3瓶血灵丹，竟然还只是隐灵境圆满，完全没有突破出灵台境的迹象。身体没问题，既然没问题，那就继续。我不信这些资源还不够我突破的。还是不能隔空御物。突破灵台境的标志就是御物与飞行，我完全做不到。经脉已经饱和，无法再吸收哪怕一丝灵气。这到底是什么状态？似乎突破了，又好像没有。等等，古籍记载上古修常识的古籍中提到过，妖孽天才的修炼除了初期、中期、后期与圆满之外，还有一个第5境界极境。所以，我这是突破到了隐灵境的第5境界极境。我已经达到了隐灵境真正的极限，想要继续提升，就只有突破灵台了。我这2天修为提升太快，
从断体境到引灵境是引灵入体，可现在到了极限，突破灵台境的要求究竟是什么？我身在宗门，为何还要自己苦思冥想？去一趟功法殿不就知道了吗？对了，之前为了掩饰偷题秘术，特意借鉴的那本《西灵诀》还在外门的阁楼里，规定3日内归还。今天刚好是第3天，得去取来。先前夹在门缝处的青丝没了，有人进去了。原来在这里，终于找到了。怎么没人？难道已经走了？最近得罪的人不少，被盯上也正常。看来是真走了。如今我也是内门，这剑以后怕是不能再用了。你不过才晋升内门，是如何发现我的？放过我，此事就当没有发生过，如何？说吧，是谁让你来的？这人不认识，绝对是受人指使。宋清一封死的消息我绝对没走漏，宋清的嫌疑最大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只是听说这里的弟子进了内门，想来看看有没有能泄露的资源。我不想听你废话，若是不说，那就死。算了，既然不说，那就去死吧。等等，你不能杀我！斩杀同门可是重罪。可刺杀同门更是重罪中的重罪。按照规矩，我有权直接将你斩杀。停！我说，说吧。我说了，你能否放过我，并且不将我交给宗门？你觉得你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吗？不过我可以答应，只要你回答让我满意了，我可以考虑放过，也不会将你交给宗门。是宋清派我来的。果然是他。还有呢？就这点信息，我可不很满意。本来这次与我一同前来的，还有白若雪，就是你的那个内门未婚妻。只是我们来这里等了你1天1夜，也没见你回来。他便先行离去了，让我一人留在这里盯着，等你回来。至于其他的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也是被宋清逼来的，他说我若是不帮他把这件事办了，他就将我偷师尊渡道的事情说出去。你的师尊是谁？是如花长老，就是那位体重300多斤、长得肥头大耳的内门长老。我说的是考虑，可没骗你。如今我的境界已经提升，普通品质的剑已经不足以承受我的力量，看来是时候准备去购买一把法剑了。只要达到灵庭境，便可御剑飞行和使用储物弹。白若雪，她应该是为了地谷而来，只是如今地谷都被我炼化了，她还来找我干嘛？难道是发现机缘被抢，怀恨在心，想要我报复？不管怎样，经此一事，我和她的仇算是彻底结下了。若是之前退婚只算忘恩负义，现在她主动找上门来麻烦，性质就完全不同了。被一个重生女帝盯上，以后必须得加倍小心。是你小子来归还功法啦？好小子，想不到竟能在3日内成功引气入飞，不错。弟子只是侥幸，运气好罢了。长老，这是我上次借鉴的功法，如今3天未到，现在归还。多谢长老。那不是苏景歌吗？他竟然是内门弟子。苏景歌就是那位气质非凡，在外门了近10年的那位外门弟子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没想到他竟能在宗门驱逐之前成功晋升内门，还当真是好运啊！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估计内门测试的时候，他的天赋也就1响，最多2响罢了，不值一提。突破灵台境的要求：第一，达到引灵境圆满；第二，修炼出神识；第三，服用筑台丹。我如今已是极境，第一个要求已然达到。至于神识，这里应该有相关秘法。之前洛云瑶那儿得来的灵还剩3200多颗，市价1500个1颗，足够买2颗了。
长老，这次我要借用这本功法。你不是才突破吗？现在就要开始修炼神识了。我想为以后的突破早点做准备。借1天5枚灵石，3天起借。你要借几天？这么贵？之前的西灵诀3天也才1枚灵石，这足足是15倍。现在的年轻弟子都这般好高望远了吗？才引气入体就想着修炼神识？师兄，您又来了，上次的丹药可还满意？你这里可有筑台丹售卖？您要买筑台丹？怎么？难道你们这里没有吗？回师兄，原本店里还有2枚存货的，只是在您白之前被一对师兄师姐买走。都买走了？不过，过2天商会有一批新货到店，您可以到时候再来。也只能如此了。白若雪，那个刺客的同伙，这么快就遇见了。我如今戴着鬼脸面具，他应该认不出我。姓名：白若雪，境界：隐灵境中期。服用天丹阁丹药后，前世大帝记忆恢复1分，寻得云天宗外一处洞府内凝阴修士传承容神术，可吞噬他人神识。还真是好运，没想到我亲爱的未婚妻又来送机缘了。不过那洞府离这里有2个时辰的路程，白若雪还要回去修炼才能恢复记忆。我时间充裕，城外劫修多，必须先买把飞剑防身。这位小友，你需要点什么？随便看看。前辈，我想要一柄适合灵堂禁用的飞剑。这几把都是入门级飞剑，不过即使是灵庭境圆满修士使用，也完全足够。你看你要哪一把？好剑。这柄飞剑名为御风，御剑之时灵动飘逸，可御风而行，速度极快，售价2000灵石。这柄名为冷月，其形如月，剑身刻有冰霜阵法，对敌时寒气可伤敌，售价2300灵石。我就要这把御风，不过前辈，这价格能否再少些？行吧，1800枚灵石，成交。这灵石还真是不经花，算上洞府里的，我全身也就剩1400多枚，连1枚1500的筑台丹都买不起了。第一次看到主妖雪白若面板时，她才隐灵境初期，这才几天就到了中期，不愧是女帝转世，地骨都被我夺走了，提升速度竟还如此可怕。不过不知道她恢复记忆后来取机缘，发现被人捷足先逃，会是何种表情？这就是飞剑吗？威力果然不俗。找到了。恭喜您获得容神术，掠夺白若雪机缘成功，触发1200倍暴击。您获得太虚神式秘术，更能以生灵神魂强化神识。请问是否现在学习？学习。相关的知识已完全掌握，只要按部就班修炼，神识便可铜镜无敌。看来那本断灵术是用不到了。居然过去了这么久，必须尽快赶回宗门，遇到大妖就麻烦了。究竟是巧合，还是说有人先我将此地机缘取走，而后毁了这里？白若雪，前世女帝重生。昨夜她刚刚突破，恢复了部分前世记忆，得知此地藏有上古大帝宗门魂宗的不传秘法容神术。寻常功法我自是不屑，但这上古魂宗的容人世谱绝不能错过。前世记忆中，这秘法明明是3个月后才被一个逃命的散修偶然得到。或许此地坍塌只是个意外。之前的地骨被苏九英提前买走，至今未能夺回。如今这第2次机缘，竟又不知被何人捷足先登。连续2次变故，或许正是因为重生的缘故，
才导致前世记忆中的事情发生了改变。既然如此，那苏九营的地谷我就必须得到，否则谁知道后面的机缘会不会也出现变数？必须尽快动手。若是等他彻底将地谷炼化，即便是动用秘法取出，恐怕也已无用。回去就让宋清加派人手，先把苏九游找出来再说。另一边，昨日刚刚截获机缘太虚神术的苏九哥，经过一夜修炼，已初见成效。这神识内视与外放，果然奇妙。神真术，专攻神魂。虽然目前只能在神识笼罩的3米范围内施展，但在羽人斗府中无声无息，防不胜防，绝对是一张出其不意的底牌。如今我的神识已经修炼出来，突破灵台境的第2个条件已然达成。现在只需获得筑台丹，便可突破灵台境，加上之前斩杀那个内门弟子缴获的54枚，一共是1472枚。一枚筑台丹需要1500颗灵石，又是紧俏货，天丹阁很难有优惠，还是差了一些。看来得去凤鸣阁领个宗门任务，赚点灵石才行。师兄，饭菜我给您端来了，该吃饭了。进来吧，门没关。姓名：骆云瑶，境界：断体境2层。近期机缘，收到母亲求援，返回骆家村斩杀虎妖。生死之际，前世记忆复苏，一掌拍引灵境后期的虎妖。随后从虎妖洞穴获得储物袋及御剑法术。又是机缘，才来多久，竟然又有机缘了？而且一次2件宝物，还能觉醒记忆，不愧是先帝转世，把它收作专属杂役，真是做对了。师妹，你可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说？师兄，师妹有事直说便是。师兄，我刚才收到家中来信，村里的虎妖又在兴风作浪，我如今实力突破，想要请假回去将那头虎妖斩了。斩杀虎妖？你如今不过断体境初期，你确定你能斩妖？这样吧，我陪你走一趟，你看如何？师兄，谢谢师兄。走吧，我们速去速回。村长，昨晚那头虎妖又进村子，把瘸子一家都抓走了，您可得想想办法呀，不然我们骆家村真的完了。是啊，村长，总这样等着也不是个办法，咱们不如直接冲出去跟他拼了。拼？你又不是修士，拿什么去拼？之前去拼的人难道还没被教训够吗？那你说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跑又跑不掉，拼又拼不过，难道我们就只能被困在村里，等着那头虎妖天天来抓人当口粮？云瑶他娘，你说云瑶那孩子真能收到你的求援信，赶回来救我们吗？我已经用云瑶上次回来留下的方式给他发出消息了，但是他什么时候能赶回来，我并不知道。村长老爷子回来了，云瑶姐她回来了。狗娃子，你说云瑶那孩子回来了？没错，老爷子，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位公子。云瑶，你真回来了。对了，娘亲，村长老爷子，这位是我师兄苏九哥。师兄听说村里有虎妖，特意来帮忙除妖的。苏大人，那头虎妖每晚这个时候都会进村抓人，您真有把握斩了那头虎妖吗？老爷子放心，区区虎妖，只要他敢来，我必斩之。根据机缘提示，那虎妖不过是隐灵境后期，又没有帮手，以我如今的实力配合神真术，杀他轻而易举。没错，苏师兄可是宗门的内门弟子，比我可厉害多了。师兄斩杀那头虎妖，轻而易举。云瑶，你在这里保护老村长他们，我去就回。云瑶，你说苏大人真能斩了那头虎妖吗？放心吧，娘，师兄他可厉害了，肯定能斩了那头虎妖的。开门，是我。是师兄。师兄，情况怎么样？虎毛呢？已经被我宰了，他的头颅就在那里。这才过去多久？那头作恶多端的虎妖竟然就被苏师兄斩杀了，这就是苏师兄的真正实力吗？这也太强了！是那虎妖，真的是那只虎妖！多谢苏大人为我等除妖，您是我们村的大恩人啊！虎妖终于死了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快，大伙儿赶紧回家，把家里的余粮都凑一凑，好好感谢苏大人。老爷子，不必折腾了，
大家能平安就好。村里本就不宽裕，粮食你们自己留着。心意苏某领了。云瑶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再去附近查探一番，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妖孽折服。师兄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你留在这里，你看管好这虎妖的尸体，顺便保护村民们的安全。我一个人去修会。好，师兄你千万小心。连神识上印都没有，看来储物袋的主人早就遇害了。我这也算为你报了仇，拿你一点东西不算过分了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储物袋，掠夺落云瑶机缘成功，触发200倍暴击，您获得的储物袋空间提升200倍。丁，拥有2000立方空间。当前宿主获得控剑术，集得后可御剑飞行，也可御剑斩敌。御剑术的功法和技巧居然如此清晰，就像是在脑海中演练了千百遍一般，掌握程度提升的好快。这就是御剑飞行吗？寻常修士想要御剑飞行，必须达到灵台境。我以引灵境便能施展，全靠根基浑厚与神识强大，加上对御剑术极深的掌握。如今我已经掌握了御剑术，现在是时候该炼化虎妖留下的神魂了。神识明显增强了，也不知道我如今的神识达到了何电地步，竟然直接延伸到了10丈的距离。没想到太虚神术炼化神魂的效果如此之强。寻常灵堂境初期修士神识最强不过30丈，我未破灵堂便有10丈，不干服下筑台丹突破，神识必定远超同境。这次出来收获不错，如今天已亮，是时候该回去了。这次同行，云瑶师妹明显与我亲近了不少，不但收获了机缘，还得到了这位先帝师妹的好感，真是收获颇丰。还是没有发现新的机缘提示，不过也习惯了。我如今已经修炼出了神识，这门断灵术自然不再需要了。长老，弟子前来归还本书。怎么这么快就还回来了？回长老，弟子已经能够做到神识外放，这门神识秘籍我已经不需要了。你说你已经能做到神识外放？哼，那你怎么还是引灵境修为？回长老，弟子还未曾服下筑台丹，因此修为还未突破。那你将神识释放出来，让我感受一下。是长老。真能做到神识外放了。好，你小子真不错。我先前第一眼看你便知道你天赋不俗。如何？要不要拜我为师，成为我的亲传弟子？我去，这位师兄走大运了！龙长老竟然要收他为徒，若是拜入门下，立马就能变成核心弟子。夏梦儿，若是你能在引灵境修炼出神识做到外放，那你也可以。这么厉害的外放，我认识他，他好像叫苏九哥。苏九哥，那个在外门的修炼近10年，没想到他的修炼天赋竟然在神识上。拜师，我目前得罪的人不少，若是拜师，必须要考虑对方能否成为我的靠山。宋清我未能招惹他，他却前后2次派人找我麻烦。第一次派梁相想废我一条腿，被我反杀；第2次又派内门弟子来对付我。若非我获取机缘提升了修为，早就遭了毒手。如今我和他已结下死仇，若不是顾及宋清大长老之子的身份，我早就宰了他。就算要拜师，也得拜一个能和大长老抗衡的师傅，但与当老相比，差距不小。况且我如今融了至尊骨，打通奇经8脉，天赋不收。更何况这龙长老人品堪忧，之前借月功法刚才归还，态度前后判若两人。若拜他为师，绝非两策。直接拒绝会得罪他。以后借月功法测试，只要在门头登上仙台敲响10响以上，必能引来老祖关注，并顺利拜师。多谢长老的好意，可否容我考虑一些时日？居然还要考虑？
龙长老收这内门弟子为徒，他竟然没有直接答应下来，是不是傻了？行，那你好好考虑一下，若是想通了，便可来功法殿找我。是，多谢长老厚爱，此事我会好好考虑的。先去凤鸣阁接点宗门任务，赚些灵石，好买筑台丹，突破灵台境。机缘，正愁没灵石，这就送上门来了。这位师姐发生了何事，竟如此慌张？还有，你这身上怎么受了如此多的伤？师姐救我！师姐，恭喜您获得28枚灵石，掠夺许良8000机缘成功，请问是否现在领取？28000枚灵石，这简直是一夜暴富！以前最多也就拿过3600枚，有了这些，是时候去把筑台丹买回来了。要不先送他回宗门，炼丹阁的长老肯定能救他。算了，方式离得更近，反正我也要去买丹药，靠他才得来这么多灵石，救他一命不过举手之劳。师兄，您这是？这位师姐遭遇了劫修，身受重伤，碰巧被我遇到，劳烦师弟帮忙找贵阁的丹师来看看。行，师兄您背着这位师姐跟我来。师兄稍等，我去就来。师兄，这位是我们阁内的首席炼丹师如烟大师。如烟大师可是5品炼丹师，有他出手，师姐定能安然无恙。5品炼丹师，那可是相当于宁英境的修士，在云天宗也是亲传弟子或长老级别的人物，地位极高。没想到这天丹阁竟卧虎藏龙。我这位师姐有劳大师了。你这师姐可是你的道侣？不是，请我出手可是很贵的，你确定他付得起钱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还请大师出手，钱我来付。行，那你得先付钱。多少？这个我得先看一下他的伤势才行。1200枚灵石。行。楚天，把灵石收起来，这算你的业绩。好了，闲杂人等退下，我要开始施救。楚师弟，今日阁内筑台丹可有货？有的，有的。师兄，请跟我来。师兄，请看，这就是筑台丹。师兄，这是如烟长老吩咐让我给您送来的贵宾卡。您以后但凡是到天丹阁购买丹药，凭此令牌，一律8折。竟然还有这等好事！天丹阁可是连锁商会，这岂不是意味着以后买丹药能省下一大笔钱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还要再买些东西。灵坛境修士修炼所需的丹药，给我多拿几份。另外，再拿一批辅助修炼的极品丹药。一番大肆采购，连同骆云瑶的辅助丹药在内，即便打了8折，苏九哥也足足花费了上万枚灵石。丹药齐了，以前穷没条件，现在有钱了，得去买些灵堂境能用的防身法器。正好包里还有头虎妖尸体，去看看能不能打造成防具。小友，没想到你又来了，来看看这次你要买点什么？掌柜的，我这有一具引灵境后期的虎妖尸体，想看看能不能打造成虎妖。小夫拿出来，老夫复看。若是品质不错，老夫有把握给你弄套好防具。不错，一剑封喉，大片皮毛皆未受到损害。如何？能锻造防御法器吗？可以。这虎妖本身是引灵境后期，若配合法阵，锻造出的防具足以挡住引灵境圆满修士的攻击。敢问掌柜，这虎妖尸体你这儿直接收吗？自然是收的。怎么，小友不想用它锻造防具了？卖了吧，开个价。对了，掌柜的，你这里可有灵庭修士使用的防御法器？这个自然是有的，小友稍等，我去就来。小友请看，这几件都是适合灵庭境使用的防御法器。这件名为玄武盾，用灵庭境圆满的玄龟壳打造；
即便不使用灵气激活法阵，也能挡下灵庭中期修士的全力一击，售价7000枚灵石。7000，比当初买飞剑贵多了。不过保命的东西，贵点也正常。这件金丝玉甲是紫金竹与石铁玉打造，若不注入灵力，可挡住灵头境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。虽防御略逊玄武盾，但可当寻常衣物贴身穿戴，极为方便。售价9000枚灵石。就这2件，掌柜的，诚心要，算便宜点。哎，行吧行吧，14000灵石给你了。对了，我还需要一套断体境女子所用的武器和防具。断体境女子所用，好说好说。又是上次那2个人，一个隐形境初期，一个隐形境中期。上次我实力不够，这次你们还敢来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为了这枚筑台丹，刚才真是差点就被人盯上了，还好没返回宗门，否则肯定要被人抢了去。苏九哥，果然是你！谁在那里？小环，苏九哥，给老子站住！我抓到你，非扒了你的皮不可！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了。从被当众退婚的外门弟子，到稳步崛起的修行新秀，苏九哥的仙途成长始终贯穿着守心向善、笃行不怠的正向力量。他未曾困于一时的背弃与冷眼，更未沉溺思远愁系，反而攥紧每一份机缘，诚心打磨自身，入乡野斩妖除害，守护一方百姓安宁。遇险境伸手相扶，救同门于危难之中，以善意照拂身边之人，以正道行稳脚下修行之路。真正的修行，从不再争一时义气，低谷不堕心智，高光不忘本心。所有诚心付出的努力终有回响，所有藏于细节的善良自带光芒。愿你我皆能踏平坎坷，向阳而行。